大家早安，拜拜，我是福米，我是咪咪。我们今天来到地下铁银座线的浅草站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，就是用这个地下铁24小时券带大家玩东京。那为什么我们第一集要选在银座线呢？因为银座线是全亚洲第一条地下铁，而且也是东京都内非常重要的一条路线哦。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连接了东京的2大繁荣区，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浅草跟涩谷。那所以搭乘地下铁银座线，就可以从浅草这边的夏町风情，一直到最潮流、最流行的涩谷，两边都可以玩得到哦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就实际示范用这一张 One Day Pass 来带大家玩遍东京银座线。好，那我们就马上出发。喜欢日本旅游、爱吃日本美食、想看观光列车与四季美景，快订阅我们！记得开小铃铛，接收所有通知，才不会错过新影片。首先来帮大家介绍一下地下铁一日券。开头呢，明明拿的是外国观光客专用的 Tokyo Subway Ticket， 那它的使用范围呢是1天内可以无限搭乘 Tokyo Metro 地下铁和都营地下铁总共13条路线。这个票券有3种不同的选择，分别是24小时、48小时、72小时3种。但是呢，这张票券因为是观光客专用，所以现场购买的话，一定要记得出示护照哦。那后来我们发现，其实今天的行程只要购买另外一张地下铁一日券就可以玩遍了。这一张地下铁一日券更划算，价格只要600日元，但是没有办法搭乘都营地铁线，只能乘坐地下铁的9个线路，所以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决定要买哪一张哦。好，首先我们来到就是在银座线最东端的起点浅草站。那浅草站大家应该都会很熟悉吧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星空塔，然后大家非常爱去的浅草寺就在旁边。因为浅草寺是非常知名的观光景点嘛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来这边，所以非常的挤，非常的难拍照。这边就带大家来到一个制高点，可以好好的拍照。它就在浅草寺的正对面，浅草观光文化中心8楼。那这边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可以一次拍到星空台景，浅草寺很棒，而且晚上来拍也很漂亮。最重要的是它是免费的，所以大家绝对不要错过来这个地方拍照。我发现大家也都蛮厉害的，都会知道对面这边拍照会比较好拍。那这个雷门呢，其实就是浅草寺的其中一个出入口。那穿过它之后呢，就到我们的重建市商店街。那边有卖非常多的一些纪念品啊，然后一些传统小吃。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去看看吧 ，Go！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浅草寺那边有一个传说？什么传说？就是在这边抽签的话，凶签特别多。你知道这个传说吗？我知道。那你等下去挑战一下。我挑战有意义吗？已经有人拿到大吉了。可是我上次在这边也抽到凶签啊，真假？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话，可以去别的地方抽签。没错。太可爱了吧，这太犯规了吧！猫咪形状的仙贝，说到日本的传统点心，就不能不提到仙贝吧。这一家和泉屋呢，有超过10几种的口味，包括甜的啊、咸的啊。最重要的是，它居然做成猫咪的形状，太可爱了吧！那我要来吃它咯，虽然有点舍不得，先从耳朵吃好了。好脆哦，酱油的味道很香，酱油配上那个米的香 ，Simple is the best。好，我们到了要抽签的没错地方了。好紧张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可以啦，应该会大吉。可以吧？我平常这么认真工作，
来到这边啊，参拜其实有一些步骤跟其他地方稍微不一样，因为它是浅草寺嘛，所以它是拜观世音菩萨，所以它不是一般的神社，所以它不需要拍手，它是直接手合十就可以了。然后啊，另外就是待会到前面的话，大家可以把那个烟跟台湾的习俗其实是一样的，可以撒一点烟在自己的身上，然后有保平安的效果。怎样？哭了？哎，对你整个红起来了，要红了，今年要红了。就是那个烟太熏了吧？我看你非常贪心，用了非常多。因为刚刚有一个老外说在那边这样就可以 get flavor， 然后我就用了很多，结果我就红了眼眶。福米，你要来当勇者了吗？没错，我要来挑战，刚刚已经虔诚的祈祷过了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来。83。云端啦，云端啦，云端要备份好。好，一定会备份好，一切都云端，一切都要备份好。那我们把它绑起来吧。好，这样你今天以后就会转运。转运手，我需要转运手。好啦，是一个漂亮的 ribbon。好，我觉得很完美。那我们刚刚说声再见。继福米抽了完凶之后呢，接下来要换我们的咪咪上场了。我有点被激起胜负欲，但其实今年1月的时候，不是都会哈兹莫德嘛，就是新年的参拜，我就有来浅草寺，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张胸签。但刚刚福米跟我说，因为这个抽签是半年一次，所以我现在应该可以再抽一个明年的运势。可以来更新一下。明年好了，好危险！我们再抽一个今年最后一季的运势。来喽！来。谢谢各位干爹，太急了吧！好厉害哦！哇哦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游影片通知哦。我第一次走到浅草这么深的地方哎，那以前呢都只会在外面逛那个浅草的商店街，但是呢，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浅草的深处，有一条叫做 Tanuki Tori， 就是狸猫通的地方。这边很可爱的是，它沿路上有总共12只不同种类的狸猫，然后每一只都代表一种好运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这边看一下这边的狸猫，而且这一条小路呢，还有非常多很有名的老店。然后刚刚福米就说这里有一家很厉害的文字烧可乐饼，没错，要去吃吃看。真的，一走进来就看到狸猫嘞！你看这边这个第一只是招福 Tanuki， 就是拿着这个千两大判，可以招来好运气的狸猫在这边。然后对面呢是夫妇圆满的狸猫，非常的可爱。浅草这个周遭非常有名的就是文字烧，那既然来到这边就要吃吃看吧，所以我们就买了这个。它并不是普通的可乐饼哦，它是里面有包文字烧的可乐饼。我们今天点的这个招牌里面是有 yakisoba， 那非常酷，没有吃过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来开动吧。真的有面哎，好有趣哦，真的是淀粉里面包着淀粉的概念。而且它外皮好酥哦，日本的那个可乐饼真的是别的地方比不上，太好吃了。我们接下来来到第2站，就是田园町。这边最有名的就是河宇桥道具街，它总共有800公尺这么长，里面有非常多厨具用品的店家。最特别的就是它这边还有卖这个食物的模型哎，超可爱的，这好可爱哦！
我超爱海胆，海胆一生推，这2个我都很推。这一站呢，我们来到上野站，上野这边也是观光客超级爆多的知名景点。那像我现在站在这边啊，左手边就是上野西洋美术馆，然后后面就是上野动物园，再往深处走一点呢，就是上野恩赐公园，也是东京这边的赏花景点。除此之外呢，也是东京第一座的公园，所以呢历史非常的悠久。这边的特色就是呢，一年四季都可以欣赏不同的美景，像是马上就要到了秋天，那就是11月左右可以开始赏枫，那到隔年的3月呢，就可以准备开始赏樱，所以也是大家来东京非常喜欢来的景点。还有像是阿美横丁啊，那边也很好逛。但是呢，今天因为我们要赶路，我们要在1日内玩遍银座线，所以呢，上野的详细介绍，请大家回去看我们之前上野1日游的影片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银座线上的墨广町站。那墨广町呢，其实距离秋叶原非常近。除了秋叶原之外呢，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知名的景点，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叫做神田明神。据说它可以保佑生意兴隆等等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能量景点。因为它离秋叶原非常的近，所以呢，刚刚我们去逛了它的一些卖店啊，卖了一些神社小物，都是跟一些动漫画有相关的一些产品，非常可爱。其中呢，我就买了这个，噔噔，情报安全守护这个东西是不是很重要？工程师一定必买。对啊，这个应该可以跟我们的那个绿色乖乖一拼吧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绿手，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，希望我们剪片的那个电脑可以乖乖的。真的有哎，真的，我觉得这太多神人吧。听说是有一些画师，因为跟秋叶原这边也非常有关系嘛，所以一些画师啊也会来这边祈求，就是未来工作顺利啊等等的，所以就会画这种，我觉得太强了，这真的是画师等级的耶，印出来的好厉害。对啊。接下来我们来到就是在银座线上面的3月前，那一出口之后呢，就可以看到这个日本桥3月，以及左手边就可以看到大名鼎鼎的日本桥。那这个区域呢，真是东京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区域啊，因为它当初就是武街道的起点，所以这边有非常多历史悠久的店家。当然不得不提的就是我身后这个日本桥3月，它是日本第一家百货公司哦。大家如果想要更了解关于日本桥这边的历史的话呢，可以去参考我们之前的影片，以及可以去下载 Emolip 这个 APP， 里面有我们吉田社长亲自录影讲解介绍的语音导览 APP 哦。好，差不多到午餐时间了，听说这附近有一家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沏茶店，那我们就赶快去喝咖啡吧。午餐我们来到银座这边3月前这一站附近的老牌吃茶店，这家叫做 Mikado。那其实银座3月前日本桥这几站都非常的近，所以大家如果搭乘地下铁银座线的话，很推荐可以在这边下车，然后稍微逛一下这边的老街，然后也有很多购物中心。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这边其实有非常多老字号的店铺，像是这一家 Mikado 这个吃茶店啊，其实它在清景泽那一带非常的有名，但是它的本店最原始的老店是在日本桥3月前这边哦。那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我最爱的咖啡拿铁。然后因为我们刚好是午餐时间，所以也点了一份这个他们家很有名的烤吐司。那我们点的是起司跟牛肉口味的。还有另外就是他们家这个双麒麟也做得很可爱，上面还很有特色，放上了这个梅干，是不是很有日本那种昭和风味？我觉得夏天点这个来吃应该超消暑。好饿哦，那我们要先开动喽。先让我喝喝看他们家这个传说中的厉害的咖啡。
很老派的风味，就是那种复古的吃茶店都会有的那种，有一点像是咖啡加奶精那样子风味的拿铁。我比较爱鲜奶，那我们来吃看它的三明治咯。它是起司牛肉口味，然后它上面有放2片柠檬。开动喽！品质很软哎，起司感觉就是会放在自己家做的披萨上面的那一种起司。然后我觉得加柠檬还蛮有趣的，多了一种酸甜的香气，蛮复古的味道。好，接着我们来到的就是银座线的银座站。一讲到银座，大家应该就会想到非常多知名的一些名牌啊，都全部聚集在这边。但其实这边呢，不只是名牌哦，现在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店家，比如说 Uniqlo 啊、GU 啊，跟乐天免税店。所以啊，不是只有精品哦，在这边也可以买到很多平价品牌。在这个银座3月呢，它不只是有非常多的品牌进驻，它其实在地下街呢也有很多卖美食的，以及伴手礼。大家如果买了之后呢，可以到9楼银座 Terrace 那个地方慢慢享用哦。我现在身后这只狮子呢，其实就是这边的银座3月的吉祥物。听说有非常多的日本人会选择在这边约碰面，就很像是涩谷的八公啊，或者是像台北车站的鸟头人啊，虽然现在好像没有了。好，我们现在从银座3月走过来，就在对面有一家叫做 Akemono 的和果子专卖店，它已经创办有70多年，哇！我刚排队排超久的，然后才买到他们最有名的大福。那我买了2个，一个是他们的招牌豆大福，那旁边这个呢，则是麝香葡萄口味的季节限定哦，而且是本店限定。那我现在就来吃吃看它大福到底有多厉害。首先我们要来吃的就是招牌的豆大福，然后它的红豆呢是北海道产的。我原本以为它会完全吃不到颗粒耶，结果它还是会吃得到那个饼皮上面。但蛮好吃的，它的这个皮啊其实蛮厚的，可能因为它本身就蛮大颗的，所以里面馅多，然后皮又 Q 又厚，吃起来非常有饱足感的感觉。以和果子来说的话，和果子本来就通常会蛮甜的，但它蛮适中的，而且我就是喜欢馅非常细的这种口香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吃的就是这个麝香葡萄口味的。那其实，在银座店这边呢，在每一季呢都会推出不一样的口味，像在前一阵子啊，就是草莓季的时候，就会有草莓大福。那9月中的时候是麝香葡萄盛产期，所以现在就可以吃到麝香葡萄口味的哦。感觉有很 juicy 耶，太好吃了。它里面有一整颗的麝香葡萄，然后吃起来很 juicy， 所以整颗吃起来不会太干。相较起来，刚刚吃的那个红豆馅会偏甜，然后比较干黏，可能要配那个茶会比较适合。这个可以直接吃，直接咬下去里面都是水。现在到表参道了，要去逛街。来到表参道啊，我想大家应该都会第一直觉得被2排的各家精品店给吸引。但是呢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多观光客知道的一栋大楼，就是我背后的这一栋同润馆。可以看到它的建筑外观就是爬满了藤蔓，有一点复古老宅的感觉。我自己觉得有一点点像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的银座那边的奥野大楼。那它里面的楼层呢，其实也蛮有趣的，有部分是艺廊，然后会不定期展出一些艺术家作品。再来就是它有一间非常有设计感的眼镜店，然后还有 FR2 他们品牌的高尔夫的品牌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如果是潮，然后有一点文艺气息的话，应该会蛮喜欢逛这一栋的。那另外就是呢，同润馆它其实是3栋建筑物连在一起，旁边就是鼎鼎大名的表参道 Hills 表参道之丘。所以如果你要来逛这个同润馆的话呢，也可以顺便逛一下这3栋。那这一条街呢，应该也是大家都耳熟能详，非常爱来逛的。整路上呢，有像是香奈儿啊、LV 啊，还有最近很红的 Maison Margiela 这些品牌等等的。
各式精品都有。那在这边不只有精品哦，还有像是小朋友最爱去逛的 Kiddie Land，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品牌这边也都有，还有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过的哈拉卡多也盖在这边的转角处，所以呢非常推荐。我个人也非常爱来表参道元素这一带逛，然后呢还想要跟大家推荐就是这一条巷子进去，那这一条呢也被昵称为猫街，里面我自己觉得非常好逛的是它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潮流品牌，然后也有那种比较小众的选物店，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可以挖到很多宝。我常常跟朋友在这边一逛就是一整天。但现在已经时间不早了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因为它的店家几乎都是开到8点就关门，所以呢，建议大家如果你想要留比较多时间逛街的话，可以把你的行程调整一下，然后早一点来表参道这边。猫街这边真的有超多好逛的商店，像是我左手边这个今年很红的艾迪达的旗舰店，2层楼满满的现货任你挑。前面有社长的爱牌 On 那个球鞋，然后再过去呢也有铺马。所以如果你来到日本有想要买一些限量版的球鞋，然后其他地方找不到的话，真的非常推荐可以来猫街找看看。现在终于来到地下铁银座线的最后一站涩谷了，终于最后一站了，玩不动了哎！我也是，我觉得要在1天之内全部玩完，真的有一定的困难。因为这一条线真的是涵盖太多景点了，像第一站浅草，然后东京的最东部一路玩到东京的西部，每一站都很经典。真的，而且从历史景点、一些古寺庙一直玩到现在在流行潮流的东西，我觉得特别有这种感觉。然后从古穿到现代。没错，所以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样搭乘银座线玩一整天的话，非常推荐大家购买东京地下铁24小时票券。那在过去这个票券呢是限制只能在同一天使用，现在呢则是24小时制，所以你可以从今天早上9点玩到隔天早上9点，真的非常的方便，不会被日期绑住。没错。而且我们今天大概算一下，其实你只要来回搭差不多4趟就回本，所以真的有划算到。因为像我们今天进出也是进出了蛮多站。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这一系列地下铁一日游的话呢，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，那之后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各式各样不同的线路啊。你喜欢买日本药妆或电器吗？那一定要用我们的优惠券，不管是松本清、Big Camera、藤井和德、多进屋，超多优惠券，让你免税又能再打折。现在就赶快到乐吃购日本下载吧！好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另外我们最近也推出了新活动，你问我答。那如果你对日本的旅游啊有什么疑难杂症想要好奇问我们的话呢，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我们会挑选几位，然后亲自拍影片回答你哦。没错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拜拜。